现在我的右侧呢，就是18冲这条水道了啊。这条水道呢，我觉得水还算比较清，都是碧绿的感觉。从这里呢，这条马路一直修到了20冲，就是到了那边的海边了啊。现在呢，我在19冲边啊，这边还有一些渔船，还有一些水产的教育中心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19冲的最顶头的地方，在这边呢可以观海看景，也是大家休息的地方。刚刚在14冲那边已经经过水产市场了，这里我就不再进去参观了。刚刚从前方的14冲水产中心骑过来，我们到了这边的来观望一下。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高架桥，应该是一个高速公路的枢纽吧。你看啊，这边有很多水塘的鱼塘的后面，这边应该在南沙港快速，再加上去中山的高速公路，这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。嗨，大家好！刚刚呢，我在万顷沙骑行了第一段啊，我也不知道骑了多少路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行程。从现在的14冲半啊，应该14冲到15冲之间的这个地方呢，开始我们在万顷沙第二段的骑行。诚如大家看到的啊，这一路过来啊，这条林兴大道啊，在扩建啊，有些路段已经完成了，有些路段呢还在施工之中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确确实实这条路啊，将来会是一条通向万顷沙21冲的要道了。其实这边应该有好多条这样的大道，所以以后去万顷沙到那个最顶端的21冲那边呢，应该有多种的选择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骑过15冲大桥，你看啊，我们来观望一下这个边上的高速公路啊，相信就是南沙港快速上面的这座桥，就叫15冲大桥。这边呢，看上去有水乡泽国的感觉啊，硬是开出了这些高架的马路。左侧有一个研究所，是华农渔业研究所，这是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所吧。原本这边呢是有很多的游乐场所，像前面的百万回园，但是现在都已经荒废了。看到右侧那个百万回园的摩天轮还在，相信呢早就废弃不用了。现在我骑上的这条桥呢，应该是16冲桥。
到了这边呢，这条马路就是崭新的面貌了，非常的宽敞啊。这应该已经第17冲桥了，所以这条桥还是蛮长的一座桥。我看到右侧这个17冲的水道还蛮宽的，挺美的这种感觉。看到右侧呢，这边正在进行18号线的一个施工，看啊，有很多的工事还在进行之中。我想要不了1年啊，应该18号线就可以延伸到20冲了。以后我们到这边来骑行就很方便了。你看啊，我的右侧全都是地铁的工程。马路的左侧应该是南沙的小鸟乐园吧，但是这么多年为了修路封闭了，估计现在已经是元气大伤了。我这里应该已经来到了18冲的边上了，过了这个桥呢，就是南沙湿地公园的入口了。我们到这个桥上来观望一下。看看这条河床还挺美的。现在我的右侧呢，就是18冲这条水道了啊。这条水道呢，我觉得水还算比较清，都是碧绿的感觉。你看这一路过去，前面呢就是去往万顷沙的一座大桥，其实是一条联络线啊，就是从万顷沙一直连到深中通道的一座大桥。我们已经走过几次了。再往前走呢，应该是南沙湿地公园的门了。原本湿地公园呢只是左侧那部分，但现在呢已经把它扩展到右侧来了。看看能不能到门前去转一转啊。
但我看到右侧好像还都是一片工地似的。看来这边都是一片工地在施工啊。不知道从这个桥下能不能兜过去对面啊，正门那边去看看。这边是打的那个。啊，从这个桥下是可以兜过来的。这边就进公园了吗？遇到了门口的保安啊，3次不让进。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啊。那我们就到门口打卡就走吧。就很多这种公园啊都不让单车进的，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们继续向着19冲娱乐码头骑行啊。其实这个道路两边呢都是湿地公园。从这里呢，这条马路一直修到了20冲，就是到了那边的海边了啊。这条马路真的修的已经很好了。这里已经到了19中站了，一直走呢就是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。但是我在这边呢要左拐啊，左拐进去才是19冲的娱乐码头。因为这些年门前一直在修路，这个娱乐码头的生意也是受到很大影响。现在看看慢慢能不能恢复起来啊。以前娱乐码头呢，车都随便停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全部都要停车就要收费了。我记得这边是有一条人行道的。
现在呢，我在19冲边啊，这边还有一些渔船，还有一些水产的教育中心，就还是有一些老的风光在这边。原本呢，这边非常的热闹，几乎是很多广州人都会到这边时不时来打打卡。一个呢，它是有很大的水产的交易市场，另外呢，也是水果批发的一个集散地，再加上这边风光无限，可以看海，可以在这边散步，做一些休闲活动，所以这边是很多人愿意来的地方。你看啊，我的右侧这边呢，就19冲的水产品交易码头，就这渔船还是挺繁忙的，抓到的鱼到这边来批发给一些鱼贩子，然后再卖到各个地方去吧，应该这样子的。有一阵子没来了啊，你看这边门可罗雀的感觉，完全没有生意做了。一个是经济的问题，消费不振；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地方这些年啊，搞工程，让大家都慢慢遗忘了这个地方了。你看这些摊档都是关着的，这个稍稍有些遗憾的。龙沙19冲，这边还有些牌子介绍这个地方。这生意确实差了很多很多。有水果摊，还有水产摊啊，都大为缩水，而且没有什么人在这边。这边还有一些农产品，卖莲藕的，卖红薯的，有这种便宜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骑到里面去转转吧。这条边上的河冲呢就比较开阔，像一个渔船进出港的港口。但是我的左侧马路里边呢，其实就是南沙湿地公园了。虽然这边也改造了一下，做了一些餐馆，但是看来并没有太多生意做。所以目前这样的一种经济环境底下，就有一句名言：不投资是最好的投资。
一直望过去呢，就是南沙港啊，现在已经发展到第5期，还不知道第几期了。巨大的深水港，这边关乎着经济啊，来来往往的船只呢，运送着进出口的货物，为经济增加一些活力啊。但是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地方到底生意跟以前比怎么样。原来这条叫海翔路，就是在海边飞翔的意思吧。右侧呢是渔镇，这个海监船的一个码头。这个地方就应该到头了啊，我们稍稍休息一下，在那个角角上可以看看海啊。我的左侧呢就是南沙湿地的景区入口了，自然也是不买票进不去的，进去也没用啊，骑单车不让进。这边呢有一块地方可以休息，在这边可以看看海啊。这里呢是礁门水道入海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叫新垦渔港啊，我们来观望一下。你看，我的前方呢这一整排的都是南沙港的港区，那边有一座桥，应该叫万兴大桥吧。然后这一路出去啊，就到了珠江口了。那边高耸的桥墩呢，就深中通道啊，连接深圳到南沙到中山的一座大桥。哇，就好像近几次了，有几次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19冲的最顶头的地方，在这边呢可以观海看景，也是大家休息的地方。以前每次来这边很多人钓鱼，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人钓鱼了。就我的眼前，刚刚就从那边宁兴大道骑过来的。那边呢，这条路已经完全拉直开通了，一直到前面啊，隐约可以看到
20冲的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的这个屋顶。那边那座大桥呢，就是深中通道，快要连到中山的地方了。在这边看看景。今天呢，就是搭着地铁啊，从市广路并番禺广场啊来到了这里。就一共3个站而已啊，虽然中间要转一次车，非常快捷，大概就20多分钟就到了吧。但是一路过来骑车呢，大概骑了20来公里啊，才骑到这边。所以我们打算啊，在这边呢也就先告一段落啊。好，现在呢我在原路返回啊，19冲的这条江边的马路骑回去。一边呢是政府啊，非常希望通过他们手上拥有的土地来增值，比方说名义上搞一些湿地公园等等，但实际上呢，就是利用这个土地圈起来，拉一个门禁，就在那边收门票。但老百姓呢，就觉得划不来。慢慢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。这个湿地公园呢，还是需要有很多人在管理啊。那种工作人员他其实也是要钱的，管理成本也是很高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出了问题了。收入呢就抵不过这些成本了，最后他肯定在里面也不搞建设，就荒在那里。所以我觉得换一种思维啊，就干脆把这个门都拆掉，栏杆啊都拆掉，然后里面呢就可以让更多人进来，开一些餐厅也好，引进一些游乐的设施啊，让人家来经营，市场化运作，说不定效果就比较好。我的左侧可以看到有2个建筑物的屋顶，圆乎乎的，就是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了。今天我们是要骑到它跟前去的，等一会儿到跟前再去打卡吧。你说没有人来吧？这你看马路边上停了不少车了。刚刚拆的。刚刚在14冲那边已经经过水产市场了，这里我就不再进去参观了。
好好。就每到一个地方呢，稍稍的啊，花一些小钱，也帮衬一下这些商户。就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到这边来休闲的地方。虽然说现在啊，商店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，但是还是希望它保留下来。我们有空也可以经常来海边走走，大家到这边呢可以歇歇脚。当然，有很多人是为了到这边吃海鲜的啊。我对这些海鲜的话，就不是特别感冒。像一个人到这边来骑车呢，肯定不会去品尝嘛。如果家人在一块呢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再向着19冲渔人码头骑到外面去，然后顺着这条新的林兴大道，一直去到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去。现在呢，我骑出19冲渔人码头这个牌坊，我去找一条路啊，转到左面去。哟，这边就有一条路啊。这个我们在这边看看景也不错。刚刚就是从那个南沙19冲渔人码头里面去转了一圈啊。这一路过去呢，就是南沙港，这条开阔的水道就19冲了。这一路过去。感觉这边江边的路已经修好了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路骑过去呢？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，在这边还没有施工之前就曾经来过，当时还骑到了里面去。当时这个江边的路啊，还都是比较原始的，就是像那种堤岸一样的。但现在呢，已经不太一样了。你看啊，全部都重新修整过了，感觉前面的路应该没有修好吧。算了，我还是到修好的路上去吧。这里呢，已经铺上了这种蓝颜色的骑行道了。我们往前走一段。
有时候我就在想啊，在力所能及的能力和条件底下，就这种随意的骑行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。对，你也不要骑得特别远，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和体力，但是呢，又不放弃去追寻，就很多地方的一些新鲜感。那我觉得这就是骑行的意义所在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呢，其实你会收获很多身体上，但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种愉悦感。我觉得这就是骑行的意义。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你在一个人独自骑行的时候呢，你身边并没有同伴啊，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思考，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呢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得以完善。这有时候甚至会想通一些事，我觉得这个都是挺有意思的事。好了，那么刚刚已经到了渔人码头，本来就要跟大家做个小结的，但是想着后面还有一大段路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向着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骑行。前方呢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了，然后到了那边呢，我就要在那边留连一下，去看看这个深中通道，看看海，看看那种新修的绿道等等，然后呢就从那边打道回府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段呢我就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跟随观赏，我们下一段见，拜拜。